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芳气点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6期。这就是职场，我们已经被逼疯了。上了几回天班之后，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皮肤健康30年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请坐，朋友们。咱们这个开场比奥运会开幕式都厉害，太棒了！好，太棒了！我肯定观众不知道我们到底开心什么事呢？对，明明是开场，有一种下班的氛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我是陈明，让我们掌声欢迎加油团的成员们！欢迎，过年好！我觉得我们以后每期就站着开场吧，行，氛围太拉满了，对不对？上一期呢，实习生们迎来了课题3，课题3的关键和难点就在于见委托人，4位代教导师，4组对应4个案件。上一期有2个案件已经是结果揭晓，那首先是非礼保释案，尚燕紫薇凭借极其出色的表现，30的 KPI 握入手中。当然还有万众瞩目的踢馆实习生，就是张启乔和0 KPI 的实习生陈仲瑜共同选择了小猫所有权案，也有掌声也有叹息。掌声要给到张启乔同学10%的 KPI， 这就意味着有一位实习生张启乔的照片登上了我们的照片墙了。那悲哀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那很有可能在本期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实习生，或者说至少有一位实习生，会结束这一次的实习之旅。那目前 KPI 仍然是0分的罗一涵、王文翰和陈仲瑜。加油了，小心了，岌岌可危了。那这一期到底谁会遗憾的提前结束实习？我们先来看一看另外2组的表现。Yes， 好了，这个校园受伤案是我的案件，所以你们3位就将是在实习过程中的师傅。OK。这个案件其实是这样的，委托人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世了，他从一个单亲的家庭长大，他在学校的成绩是非常非常好，其实是想成为一个运动员的，然后他在跳马的过程中，受伤了，然后还有第2次的受伤，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我们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公平的处理。今天4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委托人还有他的母亲，有一个会面，让他将整个案件说给你们听。所以你们知道所有的情况下，你们才可以做这个法律意见书的。你们需要明天的下午4点之前，将你们各自的法律意见书电邮给我。那些法律的用词，你们可以备注一下英语。然后星期3的时候，我们还会见一次委托人的母亲哈。就是根据你们的法律意见解释给他们听。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到这个阶段是没有什么书面材料给到的，对吧？还没有的。就靠口头跟顾客拿，对吧？对。如果你们问不出来的话，就不能够给一个完美的法律意见了嘛。对。就是现在到4点的这个时间，你们可以看一看有关伤亡的案件，对这个课题了解多一些。好的 OK， 没有问题的话就努力。好的 OK， 谢谢沈大律师。 OK， 好，谢谢。我觉得咱需要开个会说一下，要不咱就是乱问。开会，好啊。现在是1点20，我们大概还有2个半小时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要不先统一去看一下，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需要通过哪些证据材料去佐证我们的需求，然后去设计一下这个相应的问题。但是我现在感觉咱们3个肯定不能一起同时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刚才律师也提醒我们要看一些 case， 尤其是咱俩对 torts、common law 都不了解的情况下，需要有哪些要素去证明它，咱俩都不是很了解。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我可以直接跟你们说，因为我是了解的。太棒了！好呀，没问题，那太好可以吗？可以。这样子看的话，其实它跟刑法是不相关的。对，我们是从民诉的角度来去拿一些赔偿。对，所以有3个东西要 prove， 那 prove duty of care，然后 duty of care 里面的话，就是这个人他是有 owe 另外一个人 duty of care 的。然后第2个因素呢，就是 causation 是要跟那个人做的事情是有关联性的。然后最后的话是 foreseeability 是可预见性。就是那个犯法的人，他是可以预见这样子情况的发生的。我比较想知道的是他在什么时候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假设如果是体育课的话，对，那肯定学校就有责任。但假设是学校已经关门了，他自己去练习，自己去练的话，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对，咱们问的框架，第一个就是肯定委托人的一个基本情况要问，然后案情方面就是第1次受伤、第2次受伤，可能要重点要分开一下。然后可能还需要去问一下其他一些我们需要他们去提供的证据。然后我们就梳理一下哪些问题要，哪些问题不要，然后去分一下大概的问题。行，好吧，好呀，好。这组的进展都是很快，因为3个人的气场很合，比较团结。好吧。不能再剧烈运动，有自闭倾向。沈律师，嗨，我这会儿能打扰您几分钟？今天我们是会和他女儿还有他妈妈一起见，会有能分开会面的可能吗？分开会面。这个孩子他好像会有一点点自闭倾向，所以说就是母亲的需求跟孩子的需求，他们可能会有一个错配。我如果在学校里面可能是相处得很好，或者是不想跟学校有很多矛盾什么，就不清楚这一点。明白。那其实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是挺好的，因为这个其实是看得出你是有思考过，然后这个思考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委托人还未成年，所以一起见他跟他的母亲。好的，理解了。好 ，OK， 加油。好细腻啊！就是我大概建了每个人有一个部分，就是你们可以把自己的问题都先粘上去，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哪些问题要，哪些问题不要。
这个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你是想要去就是拉近一下距离吗？还是？对，这应该是个寒暄性问题，对吧？算是吧。好，然后下一个问题，其实你就是想问说他有没有可能通过保险的方式去？对。好，这个我觉得 OK。就是我现在的想法倒是说，就是要不我来 Q 一下整个的流程，我先去破一下冰，然后你们俩一人负责一个，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受伤的情况。那首先第一部分可能会由谁谁谁来做一个介绍。对，等你介绍完之后，然后再另一个同学去做一个介绍。然后等你们俩都问完之后，我们再补充完，我就去问一下他们可能有什么再想问我们的。可以啊，你们觉得可以吗？可以啊，如果你有信心做好的话，那你来吧。好，谢谢。行。应该我这样子听起来是你寒暄，你第一次，然后我第二次。可以啊，好呀。好，那就这样子决定吧。可是文翰如果只寒暄的话，对啊，你就是重点的一个专业方向的东西没有去体现，而且会影响自己的表现吧？而且他是0 KPI 哦。Hello。天哪，坐在可儿这儿，感觉心情都明媚了。你真会说话。一会儿可以，我买了面包。一会儿可以吃晚饭。我买了3个三明治，跟3杯牛奶。啊，还有我的。对。妈呀。OK， 好，唔該晒。OK， 好，是，好，拜拜。好了，各位同学，你们可以下去，就是基层的那位置应该找到我们的委托人。好的，没问题。那我们一会儿先跟他们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好。先把他们带到会议室。好，也行。好，我们先简单跟他们先沟通一下，然后稍微拉几句家常。OK。不要紧张。啊，我不紧张。好僵硬的样子。我平常就这样。哦，是啊。我不紧张。Hello， 你好，请问是周小晴跟？这是我的当事人。你好。您好。然后我们是沈律师的学徒。好，我们要不先上楼，然后做一个沟通。好，这边走。这个交通方面有什么问题吗？需要我们帮忙安排吗？等下。应该不需要了。您是他们的事务律师吗？对，我是他们熟识的。好的，请问怎么称呼您呢？我是开封王。开封王，好嘞。小心。好，可以。其实你的组很关键，因为有一个踢馆的同学，然后还有罗一涵，还有王文翰也是没有分的。这是您的咖啡。谢谢。我放这。谢谢。我们都是沈大律师的学徒，然后我叫王文翰，然后你也可以叫我 Alex。今天是我们一起跟你们来做一个就是会面，然后这个案件事实可能会需要去了解一下。好，然后我请2位我的同事先介绍一下自己吧。你好，我叫罗怡涵，叫我怡涵就可以。Hello， 你们好，我叫子晴，可以叫我子晴就好。OK， 那当事人就是周小晴，还有她的妈妈王女士。好。OK，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开始了。好的，那我们可以做一个那个录音嘛，这样可能也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整理跟归档的一个工作。提前问也是好的。可以啊。行，然后我们想先问一下，就是小琴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是还在医院接受治疗，还是说怎么样？他现在相当于是一个长期的康复治疗，要什么时候好，这个是谁也说不清楚的，是遥遥无期的。你看他精神状态也现在这样子。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学校他有给小晴购买过保险吗？还是就是你们家长有给小晴购买过保险吗？像我们这种也没有那么多的意识。
我们哪里想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谁会想到碰到这种事情？现在天都塌下来了一样的，对，都不知道怎么办呢。明白。那这里就是今天我想要先明确一下，今天就是你们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你现在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学校。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是你们学校发生的嘛？对。我去过他们学校，根本没人理我。首先，我觉得你们连态度是没有的。对。再一个，你看他现在，你说他以后怎么办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他现在这个高额的这种理疗费用啊，每次都差不多500到1000的这个费用，而且这个是不知道期限的。那你想，我打个工也赚不了什么钱的。那这个费用怎么办？你学校肯定是有责任的。对。所以我觉得你学校你应该是负担我全部的治疗产生的费用。我不仅要请假来照顾他，因为这个事情所产生的一些相关费用都应该由学校来负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们学校啊，你学校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对。好了，现在要干嘛？就是他妈妈现在帮治疗他的话，花费了很多，所以他想要一些经济的一些补偿。小晴妈妈您好，因为我接下来的这部分问题肯定是问的具体的，比如说第一次受伤它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所以您觉得如果小晴合适在这里听的话，会有能分开会面的可能吗？分开会面，这个孩子他好像会有一点点自闭倾向，所以说就是母亲的需求跟孩子的需求，他们可能会有一个错配。但如果您觉得您了解，并且小晴可能不太愿意去听的话，您看您。他不是想单独跟女儿聊天，他是怕女儿再听到他整个过程的，也能理解，体贴的人。没关系，他在这听吧。行。然后他在这，我还能放心一点。好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我来说吧。我们家小琴，她是从小就练习这个跳马，她是他们学校体操队的正式的选手。在今年3月7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是全香港的一个体操比赛。这个比赛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如果说她能够在这场比赛里边表现突出的话，他可以获得运动奖学金，你可以有入学香港顶尖大学的资格。那我们出这个事情呢是3月5号，星期二。这虽然不是校队的练习时间，但是当时我们也约了教练，但是当天的那个何教练说他有事儿，就反正他没来。他说他有事来不了了。我们是约好的，所以他是答应要来，但是他临时又不来了。对。虽然他们那个场馆有贴，需要在教练的陪同下进行训练，但是我们约了教练，他也答应了，只是他没来。所以为什么我说学校也有这个责任，就是因为这个。最后我们家小琴自己去练的，也就练了这么一次就出事儿了。那谁训练了？他老队长没来，别练了呗。他自己练的。那他自己练，这事儿挺难讲的，其实。那这个器材有什么问题吗？比如说它的地表的一些这个不平整呀，或者很明显的这种问题。因为学校那个训练场馆嘛，器械很多，摆得很拥挤，所以他呢把那个木马和下面的那个垫子就稍微移动了一下，移到了一个空旷一点的地方。这样他呢就比较施展得开，然后小琴反正就是说那个踩的那个踏板，当时是听到有那种摩擦的声音，听到摩擦的声音就说明它生锈了呀。学校都没有人进行护理的吗？小琴当时是有老师还是同学发现了，还是那个里边有一个清洁工阿姨，清洁工阿姨把她扶到那个轮椅上，打电话给我。我差不多15分钟的样子吧，我就赶过去了。后来我们就去了医院嘛。所以是您自己送医的？对啊。大概卧床了多久呀？1、2天、2、3天的样子吧。
那我想问一下，在你第2次摔倒之后呢，有及时就医吗？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摔了是吧？2次摔。3月21号，因为当时呢，他这个右手边他就拄着拐棍嘛，当时是要回教室了，马上上课了，可能就很多小孩子就在走廊上这样冲过来，从后面把他给撞倒了，而且当时学校小孩也多，我都不知道是谁。后来来了一个老师才叫的救护车，打了电话给我，然后才去了医院。这样多久那个人才来呢？他躺在这样多久？你说这个时间他自己心里一下子，你现在让他说他也说不好。当时是课间吗？课间已经马上上课了，就是回教室的过程当中。那一般学校在课间的时候需要派老师在课间的时候做一个巡逻，或者说你在那个楼层是有老师的，但是发生的事我不知道是没有看到是怎么样，反正是就没有人过来。都过了一会儿了才有一个老师，也不知道是学生叫的还是怎么样。就是相当于同一个地方第2次受伤，那就是完全断裂了。医生就直接写的是永久性损伤，无法完全治愈，站不起来了，相当于他这个运动生涯直接结束了。哦，因为他是有一个运动员梦想的，破灭了。其实我想补充问一点，小晴妈妈，就是咱当时回学校的时候，这种需要特殊的向学校提什么申请吗？就比如说你得身体达到什么情况才能回学校，学校得同意这样子。因为他这个呢又不像带传染性的，我们回学校他没有说你不要来啊，你不要来啊，怎么样啊？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方方面面都是学校的问题？他现在完全不理我，这个你们真的是一定要去帮我讨这个公道。那麻烦那些你们沟通的那些信息要保存下来，可能之后对我们的案件会有一点帮助，好吗？找咱们律师也是希望你们这边反正是尽量能够帮我多争取，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那是肯定的，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所能，帮你争取最大的利益。今天就是这个基本案情咱们都了解了，然后我们3个间会讨论，然后在明天的时候给您一份法律意见书，能让您明白的方式看可能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赔偿，具体讨论一下咱们选哪个方案。那你看后天吧，后天到时候把小晴送到医院去，然后我再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给我一个方案吧，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行，反正也谢谢你们了。没事没事。哎，好，那我们就我们星期3见吧。好。好，这边走。有关刚才的会面，其实重点在于这个案件的责任问题，因为其实那个赔偿也是，如果有一个概念的话，当然也应该在那个意见书里面处理。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责任的问题。行，那这边还有别的书面的材料吗？是没有了。没有了。OK， 行。OK， 如果没有特别的问题的话，今天是我们成为一个 team 一队的第一天。那我想邀请你们去中华那边共进一个晚餐。哇，好，荣幸。OK， 那你们先准备一下吧。好。OK， 那我3明治可以当早餐。然后我们就是明天下午4点前把我们的法律分析报告给你发给您就行。对。行。哇，不错，那边有游艇摸鱼，这边有中环晚餐。对。最需要我拿完东西了吗？这包好小，装不下都装不了。那你有想在香港这发展？有啊。我是一个我喜欢到处走。我也是。我是那种可以去我完全不熟悉的地方。
这样我们这一点还挺相近的。哎，你的 MBTI 是什么 ？ENFP， 你也是吗？差一个字。你是 ENFJ。为什么知道？没有，因为我觉得你还挺 organized， 一拍即合啊，互相 get 到对方的点。是哎。我们可以下楼了。好的，走了。哇，第一次见沈大律师，休闲穿搭。对，果然很有反差感。我们这边。好。哦。随便坐，不要客气。我们一会儿可以加个微信。好。哎，好呀。方便联系一下，因为我明天早上需要上庭，我明天早上不会回来办公室。好的。我们是同队的。好。哇，这种局是我最害怕的。这种圆桌就是一头只有3、4个人，然后跟领导在一起吃饭。深情的浪漫土狗。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深情的浪漫土狗登场了。是的，这是我的人生态度。其实什么意思啊？土狗？就是土狗，就是我觉得它生命力很旺盛，而且很接地气。浪漫就是我觉得不管对事对人对我的生活都有浪漫的态度。深情就是对我喜欢的人和事要深情。哦，这是我的。其实你们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你们先吧。不会有人说白净。托领导真白黑，这哪儿护肤啊？我之前其实很多对大律师的印象，其实都建立在一些就是香港的那种律政电影啊那些。对。我会觉得说，其实大律师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不会有那么平等，但是我能感觉到跟您去沟通交流的时候，其实你会很认真的去听我们的一些想法，也会给我们很多关心。那罗一涵呢？其实我对您第一印象挺直观的，不知道为啥，就是我看您感觉您非常的可爱。说领导可爱哦，这个词真是没想到。可爱应该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个字形容我。不是，但是我当时真的见到您，就是因为当时我印象中跟安妮她是正对面的。对。而且安妮她有时候会问一些对于我来说还蛮困难的一些关于香港专业问题。所以她就是挺恐怖，然后我就是挺可爱。但是他确实长得有点可爱，因为他脸是那种鼓鼓的，有点。对，这里像小松鼠那个。不是，我就当时就是看一眼安妮，然后回答问题，我非常紧张，然后我就看一眼您，然后我的心情就放松一点。是吗？但是我记得您问的有关我兴趣什么，我当时还挺惊讶的。其实我问那个兴趣爱好，就是因为我自己就非常多兴趣爱好。因为我也是香港大学法律系的校友，我们有一个合唱团。哇！我是那个合唱团的指挥。哇，你是指挥？对。天哪，太帅了！但确实想象不到。对，确实想象不到。指挥啊，厉害了！还有范儿哎，每一面都不一样。其实我6月15号才有一个 concert。有一个音乐会。哇，专业。我玩低音大提琴。哇，深情的浪漫大提琴手。还有钢琴跟小提琴我也有玩。真的非常多那个兴趣爱好。我常常都跟我的学徒说，其实你不可以只懂书本上的事，书本以外的其实也是非常重要。那邱同学了，今天我们才第一次见哈，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其实
我觉得跟现在很像他说的挺直观的，就我可以感受到你的亲和力，感觉你面带一点笑意，就觉得不太可怕。就你的气场有在，但是同时你也让人感觉比较亲切，让我没有那么紧张吧。对，因为其实我对你们，我就不需要有那个气场，就不需要好像是我跟客户的那个关系就不同啊。不要客气哈，自己来可以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们，其实你们为什么选这个人生上网案？七位同学。我第一个选是吧？因为那你先。很老实说啊，就是因为就我在马来西亚实习那9个月里面，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案件，就我的律所，对，所以就觉得好像有点相似，就选一个应该有把握一点的吧。没错。那王同学，我其实大概有猜到这个课题可能会是您去带。我记得您之前有讲过，您一半做的是刑事，一半做的是民事。所以你是因为希望是我是你的老师，这个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好，谢谢。我觉得他可能走不了了，他都会夸到点儿上。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侵权的案件里面，我们如果作为就是被侵权人，其实更多时候我们是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这个时候其实更能体现出来说你是否可以用你的所学去帮到你的客户，帮到你的当事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对。我其实在那个保释案跟这个案里面在纠结。但是我最后选这个案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后觉得自己想做的诉讼领域一块是女性，一块是儿童权益的，然后这块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而且我感觉这块能最直接接触的是很个体的当事人，我还挺就是希望体验一下。我的一个计划是，我很希望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公益方面的一个诉讼律师。同时呢，我还希望自己可以建2个法律社群，然后一个是关于性别暴力的，还有一个是关于一个青年法律人的。为什么会有这2个关注点？为什么想创建这2个社区？我这个启发点其实还是我的一个亲戚，他跟我讲，他说：“姐，你知道吗？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被老师给猥亵过。”因为他们是一个类似留守儿童，在一个村里面，然后父母都经常外出务工，所以他就相对来说对家庭的关注就没有那么的多。我觉得这个事情给我震撼非常的大，他就是我身边的家人，可能因为这样的经历会产生很深的心理阴影。那这种情况下，法律作为一个社会治理的工具，真的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然后能起到一个凝结这个社会的作用。那作为香港大律师的话，它不仅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社会地位的支持，并且也能提供更好的经济方面的支持，然后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我的最终的目的是想要成为一个公益诉讼律师嘛，在香港做一个大律师，它对我将来最终极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曾经说过，我要为弱势群体发声，我要做一个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律师。罗一涵同学的答案很奇特啊，你可以讲一下吗？58或者2000？58这个呢，就是根据我这几天的生活经验，是香港一碗拉面的价格。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案子，我特别想为他打，然后他只要请我吃一碗拉面就可以了。挺有意思，挺有意思。我还挺就是希望体验一下。他还挺浪漫的哦。挺有情怀的。可是成为公益方面的那种律师，内心要特别强大，因为他碰见的应该都是非常惨的事儿。对。或者为那种弱势对争公道的。维涵的话，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是挺有亲和力吧，有责任心，有这个热情的，愿意努力啊。其实你是非常优秀啊，从你的履历看得到这点。
只是直到现在有可能还没有让你表现的机会。但是这个课题有空间给你表现。努力，继续努力。我们要不在一起跟神律师碰个杯？好，也祝我们课题顺利。4个人碰个杯，加油加油！加油！那今天晚上不要太夜了，早点休息。可以，谢谢沈大律师。 OK， 不客气不客气，明天见。好。我们要为罗一涵鼓掌吧！罗一涵真棒，真棒！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善啊。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有提到过，他未来往女性方向、往儿童权益方向的保护。但是我之前没有看到过这个拉面的提法。罗一涵是非常棒的，我们要多多关注。也许待会儿投票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偏向。香港很多那种比较慈善的活动，像我在很早的时候接触喜愿协会跟喜憨儿，喜就是欢喜的喜，然后愿就是心愿的愿，它就是一些很小的小朋友，可能刚出生或是几岁，然后就得了癌症，然后他们的寿命不会很长。这个协会就是说，希望他在世的那段时间都可以完成他的心愿，比如说他想成为飞机师，他想成为哪个卡通人物，或者他想去看谁的演唱会，就是帮他圆梦的一个协会。哦，好暖哦。那我当时就有心愿，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他们，就是帮他完成一个一个的愿望这样。已经20几年，没有那么密切的那个活动，但是我还是荣誉的那个大使。哇，对，现在这个还存在吗？还存在，还一直有。对，而且有一个很特殊的案例是，有一个小朋友，不是说绝症吗？就是他们活可能1年后就可能去世，但是有一个活到现在还活着，可能已经20岁左右的，中间10几年都还有传简讯给我，告诉他现在怎么样。我特别感人，好厉害，这值得掌声。开上花结上果，可以。爷爷可以有小红花，爱心必须小红花，必须爱心。这个，不，真的很棒很棒，很伟大的善举。其实弱势群体真的还蛮多的，因为我们从事法律行业的话，就很多法律它制定的层面上，它就会对一些弱势群体多做出一些保护。有一些女性，然后儿童，它都是传统大家能够意识到的一些弱势群体。但其实有一些弱势群体，它的一些权益可能会被一些人所就是没有看到。之前我看过一个新闻，讲到的是智力障碍的人群。因为这类人群的话，他一旦如果说出生在一个相对贫寒的家庭，那身边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他，但是他本人作为一个这种限制性的民事行为人，他没有办法很好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个案子就是有一个罪犯啊，是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犯过奸淫那个幼女罪，被关了大概10多年之后刑满释放了，还是没有得到更改。然后呢，他伪装成这种政府人员，去到一个这个智力障碍的一名女性的家里面，他把他的爸爸骗出去了之后，他把这个女孩带回到他的家里实施了这种暴行。而且那个女孩不知道，对吧？她也没有办法说出来，就是只能表现出一些这种负面的情绪，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求救。然后最后是那个爸爸在政府帮助下，然后呢才在他的家里，就是那个人把那个女孩已经囚禁了好几天，然后才从他家里找到的。还囚禁了，就很难受，因为这类人群他很难真的是切实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好在这个案子最后的话，这个人得到了应有的惩戒，因为他本身有这个前科，又有这种囚禁他人的情节，以及他又实施了很多的暴行，所以最后的话就判了无期，就关一辈子。所以就是法律在这种层面上还是会去考量这样子的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尽量从这种制度层面宏观的以及个案上去保障他们的权益，希望尽可能的去避免更多的人受到伤害吧。对，我这个太沉重了。我有粉丝那种，就是人家他家庭只是比较贫困一点啊，然后但是就是说一直受鼓励之后，现在都当市长了。超市的，然后呢，但是不重要。我说轻松一点，真的假的？超市，然后就是说，刚才这个故事实在太吓人了啊！就是反正是需要鼓励，而且这些实在不知道怎么帮助的人，我们要相信法律能够救到他们，要相信阳光啊！对，还是要有这种坚信吧。我有想到我自己大学本科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一个小常识，那是05年我们读大一，隔壁寝室有个男生是从湖北的广水
就从最基层、最贫困的学校里考出来的。然后我们大一的时候，在一个法语的项目里，第一次上外教的课，他就哭了。他说他之前学英语，在那个镇上，从小学读到初中，读到高中，他没有见过任何外教。他哭的点是外国人，哭的点是他智商太高了。他是为什么？有这么夸张？就他突然间见到外国人了，来到了武汉，来到了大学里了。他原来都在书上看到那个黑白的照片，看外国人的样子。我们当时就想，我们说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外国朋友带到你的老家，带到那些小学里面去，让他们彼此看一看？那是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3个男生就一起就有一个畅想，然后把这个就做下去了，就叫另一个美丽的世界。然后我们就组织了30多个法国的外教，然后把他们大巴拉到广水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一个一个学校，然后让孩子们看他们也看看中国的孩子。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们设计了一个海报，就在一片金黄的稻田上面，一个埃菲尔铁塔。哇！他们在中国的外国人和这些孩子们彼此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世界。说他们是学法语啊？哪些？因为你就去村里头说法语，蹦珠，你还是蹦珠吗？你也介绍简单的法语，但其实介绍法语不重要，关键是让他们心里埋一个种子。对，就是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那样一个世界，是那样的生活。后来过了很多年，然后在武大里面，我还碰到有同学来上课的时候，会来找我说：“老师，我是广水那个小学。”你当时给我们介绍了武汉大学里面有樱花会怎么样？从小他心里就有这个想法，最后他就考到了这个学校。我不知道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改变了一些。这功德很大。这个后来一直延续了10几年，每一年有新生进来都会给他介绍这样一个公益组织，然后希望同学们在里面。关键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些那个发善的念头，但是您那个念头变成了一个实的事情，对吧？这个就很棒啊！超级英雄能做这些事情。给你1朵小红花。真棒 ，Thank you so much，Merci beaucoup。另外，怡涵在评价导师的时候也有个词很有趣，他说导师很可爱啊。我看大律师至少还是愣了一下。我们做个小测试好了，你们觉得可不可以用可爱夸领导？觉得可以的请举手。当然了。就先说可爱，领导只要一愣神，您了，可爱您了，然后那个就是可爱，加一下，你这是不是这什么梗？可爱，只要看也要看表达那个人怎么说。这个话真的认为是大老师说，那没问题。对，我也觉得。对啊，大老师可以用一切中文词汇形容领导。别，我经常让领导很尴尬。我一进那种跟领导这种小饭局，我就特别紧张，我不知道问他什么。然后，但是他又感觉我特别会说话，就他又觉得我特爱开玩笑，但是我跟您吃饭又不挣钱，我不想开玩笑。加班来了。我们也要看你的领导严不严肃，如果他特严肃，你也说不上来；如果他可以，他特严肃也不会用可爱这个词啊，就是不可爱啊。代入一下他的这个时期，就是他在实习这个阶段，我是绝对不会说出可爱这个词儿，因为我觉得这个词还是要有一点点就是。关系亲密的一个基础，然后我会觉得可爱这个词有一点点轻佻，对了，你好可爱，这样，这个好，领导，我一直想跟您说，你好可爱，你也领导这大胖大肚皮，哦，领导这个肚皮好好玩，领导这个肚皮老喝酒了，对。没有，领导，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全都没有。肚皮真的有画面。那个灌篮高手哦，灌篮高手，听到他教练那个脸，都这样。小何，你很开心，你回去跟你们领导试试啊。不敢，我们不敢。但我刚刚感觉那个女孩好像她就是因为律师嘛，她一直都是很严肃的、很严谨的状态。突然间，她一瞬间松弛下来了，吃饭了，她可能会突然看到不一样的一面了。你是对的。他今天第一次看他不是穿西装，他敢说那个比较亲和的话，是给他安全感的氛围和这个感受了，他感受到了，他敢说出这个来。哎，你会评价马东老师可爱吗？哎，当然会，还有个，但是我们经常说马东老师很可爱。那你会不？马东老师，快给我一刀！马老师被玩坏了，没来路，仿佛。哎呀，那可不敢。还有哪些词可能是评价领导的禁忌啊？小高同学有没有？就不好用。就比如提到一些就是我觉得比较敏感的词吧，就比如说夸老板老当益壮。
太可怕，那个老出去就已经。关键还怕那种说到老当益壮，老当2个字已经不高兴了。然后您这个老当，然后领导一瞪你，不敢说益壮。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都说新年快乐，那但是广东话就是新年快乐。就是如果有一个机构，你业绩要上的嘛，你就不能说快乐、快乐。哦，乐。对，股票啊什么什么的那种。这个不知道。对，读音是一样的，落下。那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马上接别人。就是恭喜发财，这样就恭喜发财。新年快乐。对。快乐。粤语出湖南口音呐。新年快乐。OK 了，我们看到了跟领导第一次的4人饭局，对不对？但是还是要拿出在案例上的真本事。我们来看一看见委托人的时候跨境离婚案他们的表现怎么样？一起来看。再次感谢各位出席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各位记者朋友，大家辛苦了。等一下，怎样才能成为职场上笑到最后的人？那你是凭什么能力来做观察员的呢？邊間媒體問呢啲問題啊？點答呢？我只示範一次。做嘢最緊要有好狀態，職場要自在，靠的還是益達。益達嚼述自在好狀態。哎，剛剛曼姐吃的是什麼？原來是益達。益達全新升級，果味瞬間迸發，口感清彈，嚼得更爽。嚼益達好自在 ，get 職場好狀態，把職場變成你的自在舞台。徐婉婷同學，洛沁，请进来我的办公室。好，可以。这组案子来了。刚才课题里面的介绍呢，就是对方是发出了一个呈请书，然后在这个呈请书的内容里面的 grounds 是说我们的客户在婚姻期间是有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你们需要会见当事人赵某，了解详细的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详细的需求，就离婚相关的事宜和孙某的事务律师进行谈判。这个案件我也是刚刚接手，所以呢，得到的信息并不是很多。我约了客户在今天下午3点半来我们的办公室进行1个小时的会面。在这1个小时的会面期间呢，就需要我们尽快的把所有相关的信息问出来。好，可以，谢谢。我们要不找个地方进去？谈一谈。好。我先占领一个。好，可以，谢谢。我们不是3点半见客户吗？我觉得3点钟可能差不多就要见了。然后我们2点半无论如何要开始整理问题了。好。我把那个事实放到这里。你看，其实是孙某，就是他的妻子，是女方回到老家之后结识了吴某。当事人赵某和妻子孙某，他们在2010年在香港结婚，育有1名儿子，今年7岁。2021年以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孙某独自回到老家，期间呢，在深圳结识了吴某。此后大部分的时间，孙某和吴某在内地居住。所以是女方出轨，但是反而是女方寄出了这个离婚申请书，说男方有不合理行为。所以它是一个反制的。就我听志远他说有一些就是很类似的那个很相关的案件。然后我感觉你应该会比较知道，其实有很多都是所谓婚外情，但不知道，因为现在是孙女士提出离婚嘛，不知道我们当事人同不同意。对，所以我们其实要准备2个 part， 就如果他同意的话，要问什么；不同意离婚的时候，他需要去指出他的过错来。不同意离婚就要分居2离才可以正式申请。然后他们还有这个破产的事情，说他收到香港破产管理局说女士已破产，他的名下物业会被破产管理局收管后售卖，这其中包括了赵某和儿子所居住的房子。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很紧要的一件事情是保全他们的资产。
香港关于小孩的那个抚养权利，他们叫做赡养权，是吗？对，因为他有没有说那种什么监护权或者什么？有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3个类别，通常统称叫赡养。对，我们也要讨论孩子的分配。好的，我来看一下。我好像找不到这个案子的 judgment， 我现在去 Lexis 看一下。哇，这个案子好复杂呀，就很多的那个关系它混在一起，而且他们得要纯英文去，对，去跟对方律师去那个。徐同学他真的是知道婚姻法的，我简单跟他介绍资料的时候，他就问。说这个破产令在这里面要怎么处理？因为我也留意到，除了离婚，也有一个破产令。那我们重心是要包揽所有有关的议题，还是帮他们能不能申请这个离婚？洛金同学就完全不知道那个婚姻法呀、matrimonial 这一块。但是他们学习能力整个强的一个，他检索能力很强，对，所以这个结果真的很难预计他们两个。超级饿，我们俩都没有吃晚饭。给你倒了一杯水。好，可以，谢谢。这个给你吃好，谢谢。一个 Greeny 他早上给我的，我一直没吃，因为我有点担心你的肠胃，感觉你刚肠胃炎好，还是要注意一下。对哦，婉婷上次因为胃病还住院了。对，好贴心哦。在想呢，如果我们那个 flow 就可能就照顾一下他的情绪，他就特别的，我们我把眼镜脱下来了，就看起来没那么凶。然后就是见面或者是问候一下，广东话可能亲切一点。我们要怎么自我介绍呢？我们说我们是学徒还是学徒？大律师学徒的学徒。可以这个，对这个开场我来准备。已经细到每一句话了。我们向他介绍是不是就介绍英文名就好了？好，这样他也不用纠结是叫我们律师还是叫实习生。好，可以，英文名字。我们称呼他的儿子的话，在香港是不是也是说，就是尊称是令郎？我会听到。太书面了吧？令郎也可以。令郎，感觉很古典。会这么叫吗？没那么正式了。那一般怎么说？就你儿子了。他们这组的这种状态很和谐啊，太和谐了。对，就大家就是完全好像已经忘记了是竞争，是至少我们先把这个见当事人的这一趴给好，弄好。这个是真的好姐妹，好姐妹。客户和事务律师已经到楼下了，你们去接一下。好，没问题。然后东西可以摆在会议室，这样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在会议室。好，你们可以去接客户，我们事务律师在楼下。在那里。Hello， 你好，赵先生您好。你好，你好，你好。所以我们现在上去见大律師，是嗎？對的。好，那我們先過去。你好，先生。你好。係。你識講廣東話咧？係啊，我係香港人，係。他可以用粵語跟他老家吵。好塞車。係啊，辛苦你哋。這邊請。請問你點樣稱呼？洛奇整个人定住了一样，点了穴感。对啊，听不懂，但是我可以微笑。好，可以请。这是我们的律所，等会我们会在这一个会议厅进行。好，这位卜大律师已经在等我们了。那你们先请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好的，谢谢。我一会儿再给名片。
好，我去先处理一下，谢谢。要买卡片，拿名片是吗？他们是2个都是要热水是吗？热水。好的，等一下。他俩挺欢乐的，同步扭头，应该差不多。急急忙忙的。你好，赵先生，陈女士，我们送到了。谢谢。这位是承诺。非常高兴见到您，谢谢你们的时间。好，那么随时可以开始。好的，赵先生您好，今天很高兴能够跟您见面。我们目前呢已经初步了解了一下您现在面临的这个情况。首先也是想让您先不用担心，我们肯定会尽全力去维护您的利益。然后我们要先说一下，就是作为您的法律顾问呢，您跟我们之间的所有这个交流，我们都是会严格保密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之后的这些问题，您可以尽量的真实的，然后回答我们。好的。好的。然后您是香港的居民吗？对，我是香港永久的居民。令郎他目前是有这个香港的身份证吗？也是。他有的，他也是在香港出生的。好的，当时您和孙女士购买这个房产的时候，这个付款是什么样的方式付款？首期都是我自己付的，然后后期的这个贷款由双方共同还是由您一个？我自己一个还的，他1毛钱都没有给过这个家里的。您之前有了解过他这个负债的情况？对，我也完全没有，我完全不知道他是破产的。对，哇，还媳妇儿，还负债。从2021年之后，他有任何一次回来过吗？完全没有回来过。我怎么会见到他的？都是我的儿子跟他打视频，然后呢，我都会在旁边看着他。但这个次数也很少，可能1星期就1次左右吧。啊？好的，明白。因为我们知道孙女士她就提出呢，您是很忙于工作的。对。请问你的工作是不是真的是非常忙呢？那个工时大概是怎么样的呢？他的工时他是不确定的，估计可能每一个月总有1-2个星期是我需要工作到凌晨3点4点的这样子的。哇。那可能有1到2个星期，其实我会比较7点下班，然后我就会立马赶回家，然后都照顾我的儿子嘛。明白。不好意思，有一个补充的问题要问您。假如说到现在为止也是要每个月会有1-2个星期工作这么晚的话，那您的儿子是由谁来照顾呢？我的儿子呢，他们是由我的父母帮忙照顾的。令郎其实跟您的父母关系也是很不错的，对，非常好。我的儿子在小时候他也会跟我的妈妈一起睡嘛，他其实现在也会跟我的妈一起睡。所以说其实21年之前，即便是孙女士她还没有走的时候，她也是由您父母带的会比较多。对，没错。应该说基本没有。对，基本没有吧。那之前孙女士跟您一起居住的这段时间，那她下班期间之后是不会回家陪小孩，会出去玩还是？他会回家，但他会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看视频啊，玩手机啊。我的儿子他就会在客厅，然后等我回来。这婚姻很奇怪啊。对啊。可以看得出他们2个人是有分工的，应该是事先有沟通好。我们来分一下工。首先是你会去跟他打个招呼，对吧？我就只能用普通话跟他打招呼了。对。然后我来问他的基本信息，你来问房产，然后我问一下他的这个财务情况和婚姻情况，然后你问一下他这个离婚的诉求相关的。好，我觉得可以中间就是谁想到了可以碰一下对方，然后就知道他有补充问题，我们就先问一下那个补充的。没有暗号哈。是。我们都了解到孙女士她就前阵子发出了这个离婚的申请书，而她呢就说明了您方在婚姻期间呢可能忙于工作，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也想了解多一下关于这个工作和婚姻之间您的一个安排和一个想法，这样子具体内容。对。其实关于他的这个份离婚文件呢，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因为我一直以来我忙着工作的所有的原因，我只是想为这个家庭做一些付出。我需要供这个房子，然后我也想让我们整个家庭可以在香港好好的住。
反而呢，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我大概是发现他有这个婚外情的。这个可能抱歉啊，可能我可能用粵語說，喺大概2021年嘅時候啦。咁其實跟住我有啲朋友陸陸續續佢都同我哋講，佢就話啦：你太太好似同一個男人或者同一啲男人去有啲好親密嘅行為喎。咁其實當時我係完全唔信嘅。因為我對我太太佢非常之信任，咁其實去到我諗大概係今年嘅2月至3月左右啦，咁然後呢，我就有一次我個仔去打電話俾佢媽咪啦，然後我就突然之間聽到有一個成年人男人嘅聲音，突然之間嗌我太太做老婆。天哪！這孩子也能聽得到啊！然後我嗰陣真係好嬲，非常之嬲。但係我就唔想喺我個小朋友面前，然後去表露出佢媽咪係一個咁嘅人，佢對一個婚姻咁唔忠誠嘅一個人，所以我就我忍住咗，我冇即時有一個反應。哦，他爸爸很好。然後當時我太太就堅決否認，佢就話自己從來冇做過呢啲事，亦都話我聽錯咗，所以之後我哋就冇再提呢件事。但係其實我一路都係諗住要離婚㗎啦，我覺得一定要離婚。我是覺得，如果要離婚沒問題，我同意離婚的。但我必須要用我剛剛說的理由，就是他出軌這個理由去離婚。那我想問，我可以用這個理由嗎？好蠻難的。如果他有問到一些法律相關，那可能就真的需要你多幫忙。好，我覺得他可能不會，但如果他問的話，我也只知道一些條文上面的規定。好的，我們就剛剛了解到趙先生你的一些經歷，我們都非常了解，請你不要擔心害怕，我們一定會盡全力幫你的。而剛剛你提到出軌這個行為呢，是一個過錯的行為，不過就是要提一下，就是可能香港要證明出軌這個行為是有一定難度，特別是就是事實上守證是有一點點難度的。這方面我們之後詳細會有更多的法律意見可以給到你。哦，這個太殘酷了，她丈夫得去證明他太太給他戴綠帽，他得去有實證，還得自己去找。對啊，那離婚很多打的就是要證明這個。那我不希望我的太太她參與兒子的所有的決定，我不想他們見面，因為我覺得她不是一個合格的母親，所以我不想她看我的兒子，所以我這方面你們可以有什麼建議嗎？其實我們就大概了解到，如果您是真的就是不想孫女士跟兒子有任何的接觸，而如果也能證明到，因為基於孫女士外遇的行為是不好的嘛，而且基於有一個外來的影響，就是第三方那位男士的影響，對兒子也是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影響，我們也可以考慮，就是有沒有可能有足夠的理據去申請一個法庭類似像於保護令或者禁制令的東西。我們之後有詳一步的一個分析會再跟您去討論的。那趙先生現在可以就直接掐斷了現在的這個兒子跟他媽媽的這個視頻聯繫嗎？現在這個問題是不是不行？這方面因為其實。就我們理解，在法律上面，其實說沒有一個專門的規定，說您必須要讓令郎一個星期幾次跟他的母親進行一個視頻通話，但是這可能會影響到您和令郎之間的一個關係。那這個方面是有可能影響到您之後的撫養權的一個方面的。有道理哎，我還挺驚喜的，客戶臨時提出了很多問題。但是他們都可以很快的反應，給出回答。那怎麼分配這個財產呢？我最關注，其實我最關注，但這只是一個起點。那我應該在香港離婚嗎？只要夫妻雙方任何一方是以香港為居籍，我覺得他們是有所準備的，這點還是不錯的。可以，姐妹倆不錯。那我太太她現在有在深圳嗎？那我想知道我可不可以在深圳離婚？您是希望去深圳？對，因為我有聽過說內地它有這個寄生出庫嘛，那我在你一邊離婚，那對我比較好了。
因为您是跟香港的联系比较多嘛，然后在香港注册，然后在香港他是申请的这个请求书，所以我们暂时看来香港有一个管轄权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但如果您是有打算去考虑内地离婚这些程序呢，我们就可能就回去会多加研究这方面两者对比，然后再跟您详细分析下到底内地离婚还是香港离婚对您的权益保障是最大的。是不是这边结就在面离对吧？也不是，他们这个案子的话，因为本身，他也是香港居住的，然后的话也是在香港结婚的，一般情况下还是应该要在香港的这个家事的法庭去受理这个案子，对。对。好，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或者需要什么资料？赵先生，目前就暂时没有问题了。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过来，谢谢你们的时间，谢谢你们，谢谢。那我们就先告一段落，然后给他们一点时间去做一些研究，我们会给一个详细的报告给您，然后出一个意见。谢谢。好，那我们保持联系。好的，谢谢，谢谢。那走，好，谢谢，谢谢。回去路上小心，拜拜，拜拜，谢谢，拜。他们俩还挺专业的哈。好，那我们休整一下。我看看你们最近也是很忙，然后可能也没有时间自己出去走一走。那我们待一会儿去走一走，然后去喝一点东西，吃个饭，大家可以稍微轻松一下。好，谢谢你。从今天开始，我就成为你们两个的师傅了。好，非常开心。对，我也很开心。然后你们有没有平底鞋？如果有的话，换一下，因为待会儿可能会走路。对，我们去看一看。好，没问题。那我们简单休整一下。好，没问题。好，谢谢。这个是只有女性的律师会给女性实习生提的建议。换一下鞋，要不然累。鞋都换好了吧？都换好了。换了。好。要去喝下午茶了吧？三姐妹集会，走秀呢。咱们中间那位老师是不是有那种模特的感觉？对，好有气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路上行人已经非常多了，开始下班的点儿。我们今天 City Walk 第一站就来终审法院，就是现在在我们右边这个建筑。哇哦！哇哦，那个女神像。这个地方是很多有名的电影的取景的地方，包括那个《毒舌大状》里面也有一个镜头是在这里面拍的。黑夜中的灯。您看，这就是那个牌子，终审法院可以看到。这个对于大律师来讲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知道你们开始职业之后，经过多久可以有机会做你终审法院的一个案子？我觉得如果能做到的话，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哇！然后这里面呢，其实平时它也是对公众开放的。如果见到你觉得很有兴趣的案子，如果幸运的话，你可以进去看，有位子。而其他法院的那个氛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然后左边是皇后像广场，所以整个的这个氛围都是不错的。交通方面也是四通八达的。这条街也是很有名，很多人在这儿拍婚纱照。好，我们要经过著名的打卡点了。香港大律师的那个假发的那个，对我也很好奇，很多人都很想问。对，那个假发要自己买的，不会有人发给你的。我的那个是当时是在英国买的，那个假发是需要专门定制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出来。你猜一下那个假发多少钱？10万。哇，差这么多。
那个我当年买的那个价钱是8000。哦，8000。8000呀！但现在可能会涨价，不清楚。应该可能几万吧。应该是。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翼翼地保存那个假发，因为我觉得这么贵，然后又是很庄严，然后就每次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盒子里。之后我师傅就跟我说 ，Annie， 你这么小心，其实你应该把它用的糙一点，这样的话人家就会知道你用的频率很高，你出庭的机会很多。我一想也是，所以后来我就没有那么小心了。对，就要多用，得舍得啊。哇，我们来观赏一下维港的景。就这种景观其实还真的蛮特别的，不是每个城市都会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难得的一个景象，因为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嘛。北京没有这个，没有这种海景。我们要开车开很远的地方，然后去北戴河呀之类这种地方去玩。我也是蛮喜欢看海的，就是感觉这种海景，再加上后面的那个 city view 就特别有感觉。享受当下 ，live the moment。哇，真漂亮。你望着大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豁达。哎，现在还蛮舒服的，一吹这个风。对。我们干杯 ！Cheers！ 天哪，屋顶酒吧，好漂亮哦，露西。香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在于，它这边明明都是城市，但是它后面还有山，前面是海，后面还有山。对，所以好风水啊，风水很好。我当年来香港的时候，我应该是香港第一个内地来的女生的大律师。然后我们那届法学院就是全国是一共有4个女生来了香港。然后，当然，这4个人里面只有我选择了做大律师，不容易哈。那剩下他可能去做其他的公司法务、事务律师，或者是法务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不一定是法律的专业岗位，明白？相关岗位。对对对。真的就还蛮少的，当时现在真的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好欣慰，已经不是在孤军奋战。您面试时候还问过我说，就是在香港的话，就是还是目前还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也会越来越大。因为我感觉，其实女性在做律师方面，并没有比男性有什么天生的劣势，而且，确实女性在很多方面会有那种感情更细腻、更敏感的地方，然后相对更加好沟通，更加平易近人，更加没有那么就是尖锐，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天生优势的。对，是更加有优势，而不是劣势。可能在工作的过程中，女生对家里面的这种付出会更多一些。如果你结婚生子，那你生小孩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不能工作呀。对，我当时是我和我的师姐，我师姐也是，她有3个小孩，就在香港也是算多的了。我师姐她当时是因为害怕怀孕这个事儿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嘛，所以她也不会说特意的说。有的时候排期的时候会说到这个案子什么时候下一次回法庭嘛，然后到他临生小孩子的前1个月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个案子排期审讯，看什么时候能回来，然后法官就
找了一个日子，正是他就是可能是生小孩的预产期过了几天的那种日子嘛。然后他就说，哎，不行啊，我这个日子没办法出席法庭的。然后他的事务律师是一个男生，就问他说为什么？她完全没有看出来她怀孕了，因为她可能穿的那个西服比较宽松一点，然后就遮住了。男生就一点都没有看出来。当时我好惊讶，我说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但是你想象不到，有的男生他真的就是没有这个意识，他可能觉得你最近是不是胖了一点对，然后那个师姐就很惊讶，说你看不出来吗？我已经到最后1个月了。然后我们俩每次生完之后，很快的就回去工作了，基本上就是工作到生的前几天，哇，然后去生完了之后1个月，就是坐月子，我们说坐月，坐月，然后坐完月子就回来工作了。男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对，所以确实女生有很多方面的隐性付出是很大的。我也希望以后女大律师可以居多，然后就更多的女的法官啊、检控官啊。对对对，一定会有的。对，说实在的，我还蛮开心的今天，因为就有2个学员，都是很优秀的女孩子，我就非常开心。谢谢安妮大律师，我们也很开心。我很希望你们在香港做大律师，要加入这个你留下来，对，都很期望，很期待。心情又很复杂，这看着又为他们感动，也为他们开心。最后这一趴其实提到了女性的职场困境。那个时候整个法律行业，律师到检控啊，好像女性并不多。但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看这个，在我们的张启乔进来之前，其实我们是5个女孩3个男孩。对，即便现在依然是5个女孩4个男孩，女孩的数量依然更多，而且这里还有这个子晴还在这里虚位以待。所以也很好奇，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所在的职场或者接触到的职场，有没有看到女性的哪些职场的困境？演员方面好像也可能年纪上的局限是吗？或者之前好莱坞是不是说有这个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对对，因为人家评价男演员都是年纪大了，都很有男人味，很有魅力，很成熟，很 man。但是女生就很少会这样，就是她老了，没以前漂亮了，就是不能演少女了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区别我觉得挺大的。是，但最近这几年，其实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姐姐这个形象越来越光芒四射起来，争气了，争气了。还有一个我在职场的一个感受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于女性的评价跟评价男士的不一样。比如说，就是一个女生如果特别的有野心或者就是进取心，然后想要往这个领导层迈进，然后一般就会形容她什么，像电视剧作品以前会说女魔头。但是男性可能在追求走向领导层的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他的掌控力强啊，他个人魅力强。但是这是以前，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新闻女王》，就现在你会发现，形容曼姐这个角色，大家会叫做爽文大女主。她形容这种的独立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了以往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女魔头，带有这种魔字的这种感觉，已经变成了她人生的大女主。对，真的是，而且男的岁数大的现在很危险，以前男的岁数大没有油腻这2个字。对，你的书里面有写油腻功能，我特别看了一下。对，哇呀，汉良哥看了。上次录制的时候，我有一本新书发行嘛，然后我给蛙哥送了一本。我们怎么都没有？马上就来了啦！今天录完之后不要走太早。对，叫什么名儿？那个书名？
哎呦，你这提到了，我就不得不说叫有聊，有的聊是吧？对，有的聊，好玩有聊。是，太棒了！祝贺您新书大卖啊，特别了不起。我觉得刚才咱们那个施老师说的这个其实是过去。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节目，女生40岁、50岁还在跳女团，我觉得特别飒。男的一跳40多岁、50还跳那个 Wink 那个，就是说，我这哎呦喂，这大叔怎么这样？现在对男的最好的一种评价就是说他不油腻，有少年感，就已经是最佳评价了。但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在日常的职场当中，其实有些差别对待还是存在。那是有。我们学校下午开会的时候，我有观察到一点，4点20到4点半左右，就会有一批女老师举手，要请假先走，因为幼儿园放学了。然后我家自己孩子，我老大还要读小学4年级嘛，我去开家长会，一个班大概30个人左右，一班3到4个爸爸，26个左右都是妈妈。我在书里面其实有提到，我说我很希望看到哪一天就家长会的时候是正好一半一半。我觉得要这么要求的话，最起码有一半的男的都忘了来的这个地儿了。哎，你还别说，很多爸爸连孩子在读几年级都不知道啊！哇，这个是真的。我小时候有段时间，我爸好像是给别人介绍说啊，你看这我儿子啊，现在已经那个4年级了。我说我5年级了。还有个爸爸去接孩子，都好久没去接孩子。那天妈妈临时有事，说你去接一下，他跑到小学去接了，孩子已经初1了。这个好离谱。然后问爸爸问题的时候有几个必杀题，那几个题一般一问就是妈妈都知道，爸爸都不知道。首先说出2个孩子最好的朋友的名字。一下卡住，妈妈都能想起来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出你们班上教3门课老师的姓氏，妈妈如数家珍。对，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什么，熊老师、黄老师马上都知道。爸爸能说出班主任姓什么的不到一半，要说出3门课几乎秒杀，真的秒杀。爸妈全军覆没。我也是内心非常震撼，这其实都是在非常小的生活细节，我们看到在抚养义务上的一种差别对待。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有2小孩儿。你这大爆料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没事，就是我们节目就剪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这一集够了。我特喜欢小孩，超级喜欢小孩。我一回家就爱找那2个小弟弟玩，然后我每天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待在一起，我就发现。我那么喜欢小孩的情况下，我都非常的疲惫累。我现在是拍完戏杀青回到家中，我可以休息。那如果我上班的话，我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呢？确实，即便是现在有很多方面的细节已经开始在进步了，但是在真实的生活细节和真实日常人生活的职场细节当中，这种不平等或者差别对待依然是普遍存在，也是在希望在更多制度层面上和观念层面上。我们都可以有更大的差别。比如说，刚才管乐提到，他未来如果有孩子，他就很担心他能否在家庭事业当中取得平衡。我觉得这样的担心，你将来的丈夫也一定要有。OK， 然后中间还有个小细节让我印象也很深，就是这个语派粤语的互动。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说粤语是跟古语特别接近的一种说法，说拿粤语去念古诗啊什么，听起来都会特別標準。比如說現在真實的香港生活中，粵語稱呼叫對方兒子要怎麼叫？仔，你仔仔係嘛？对，看熟不熟，对不对？而且看他的兒子幾歲啊？小一點就可以仔仔，對，大一點。你個仔。小一点的女孩叫妹妹，大一点的叫妹。对，是真的假的？啊，我只是乱推的。你好有语言天赋，必须学起来。学起来。那直接这样，我请2位这个粤语老师帮我们出题好了，就是说一些词，我们来猜一猜。来，玩起来。比如说，我们分组。分组。那怎么分啊？有人问怎么分？我哋卡啦咁分啦。来，我们最有语言天赋的纯叶，我相信你一定听懂了，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了。就卡拉，就是按大家做的这样分。不怎么像？是他的卡拉肯定是一个分配的一种手法吗？通常一群人里面有男有女才会这么说。男生一组，女生一组啊？唔係啊，你到底会不会粤语啦？通常都是比如说。
卡拉卡拉咯。没不分男女的，什么意思我可以说了吗？我理解是不是隔一个嘛？係咯。哦，135246。哦，这是真猜不出来。哎，还蛮形象的，卡拉，卡和卡一组，拉和拉一组啦，卡拉拉啊。这跟 WiFi 信号似的，卡了。学到了，又好记又好用。还有呢？还有没有？有一个3个字的叫扯貓尾，吃苞米。就扯。喂，你唔好講出嚟啊！不要搞。我先翻译那个字，扯貓尾。摸老虎屁股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就是领导的肚子，就是那个，就是你不能轻易的去扯猫尾，这样会冒犯别人。也不是，通常是讲2个人的互动。OK， 那你先别说话，你两个说，你们2个不要在这边扯猫尾。对，就是嘀嘀咕咕讲小话，很接近。叽叽嘎，蛐蛐人儿。你说的这个语言，我还得翻译给他听。你稍微的，咱就是说不要再翻译了，成不成？东北话解释广东话。叽叽嘎嘛，不就叽叽嘎嘛？叽叽嘎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唧唧歪歪在这个地方。哦，就别点唧唧歪歪的叨叨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对，磨磨唧唧，扯猫尾。就是意思，你们不要说好，不要穿通2个人讲的话。哦，完全错误。是猫腻，北京叫猫腻，扯猫尾。再来！你別說這個，我不相信你，你別在那邊呃人，呃鬼食豆腐咩你？呃鬼食豆腐咩你？騙人，對，騙人。哦，天才，袁天才。我是港剧10集死忠粉，那个嘎啦嘎啦真的是没有出现在港剧当中的。嘎啦。倒瀉羅蟹，東海龍王，多謝老闆。他冲你说的，就是夸你的，这是，就夸你有天分。这我不行，这我不知道。就是倒进海里，倒出来，螃蟹，倒蟹。哇，你解释的编码出现了一些问题。曼姐，一盘螃蟹就倒掉了，就是倒到满地都是了，形容浪费。不，他在地上爬吗？煮熟了的。他们就生的，无所谓，跟生死没有关系的。不是，我们一直在说螃蟹这有什么用？不是，他这件事，他这4个字是形容什么东西啊？你的状态。形容你这个人就是四仰八叉那个乱爬，对，有个乱就很狼狈，就是手足无措那种，对，忙不过来的感觉。哦，狼狈，哦。哎，你看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用词都不一样。他用海鲜做成语。对，你看农耕文明说狼和狈，对，我们是狼狈为奸，就是狼。他们说螃蟹，对，扯猫尾，在海边就是扯螃蟹。哦，我天哪，学着了。我觉得我们以后应该搞一个固定的每一期节目来5到10个。啊，可以。对，我们这一季完了之后，就粤语不一定会，但是地道的这种表达，对，出2个还是蛮唬人。接下来一起进入到第3段 VCR， 看看2组的法律意见书写的怎么样。你怎么还没睡？这么晚还在加班吗？我脑子里都是你噼里啪啦敲键盘的声音。没办法，我待会还得查资料，要准备的太多了，只能晚上继续谈夜曲了。今天工作的苦就先吃到这儿吧，每天都要填一下。好，谢谢。益达让我思路更清晰了。嚼完益达，烦恼没了，思路开了，这班都加的甜甜的。你可抓点紧吧，我先准备睡了，你干完也早点休息，晚安。好的，晚安。来了，新的一天。Hello， 早。Hello，Morning。早呀，你今天怎么穿的那么帅啊？哎呦，像一个小侦探，是不是？小侦探，哇哦，你的衣服好帅，好看。我觉得他穿的很像一个 detective， 就是那种小侦探。柯南。
我特别喜欢柯南，心情都不错哎，大家。我也来要水了。哇，我的天哪，感觉没时间了。我也真的没时间了，很复杂一下这个案情，你不觉得吗？加紧吧，加油。他现在只剩6个小时了。对。是不是还没吃完？这给你。好，谢谢。需要多一些能量。谢谢神秘。不客气。是不是还没吃完呢？这给你。需要一点能量。好的。OK， 给你。谢谢。加一点能量吧。好。哦，好贴心哦。真饿了，拿来就拆了。请问想要吃点什么？给你拿回来好不好？啊，没关系，我有这个。我等下应该有时间去买，我得做完这个。是，谢谢你。你们3个人的法律意见书，我会选择相对更好、方向更正确的一份作为模板。写的怎么样了？还在写。就是你感觉得写多少字？我感觉再写个5、6页差不多。你别卷我呀，我跟你走另一条风格。可以。我想知道像这种大概是多少字一般的这种情况？我理解5000字左右应该还是要的吧。5000字啊？8页，5000字了已经。对。哦。文翰的一直没有放出来，是才开始寻找案例吗？爱了你，这样子就是发送了对吧？发了呀，发了对吧？对，时间就发了。哦 ，OK。哇，提前交这个好习惯，真的是你不要真的就每次拖到最后1分钟，也其实很赶。那个沈律师，我又给你发了一份。我已经收到了。哦，没有，这一次我也附了英文版的，所以好的，方便。我会看看。谢谢。哇，好细，他发了2个语言版本。我搞定了，好开心。
所有人都是争取 offer， 但是我的组是为生存。好，遗憾一发 ，yes。那文翰加油喽！10分钟，起飞啊，小哥哥！文翰太紧张了。综上所述了，最后一段，赶紧敲完。加油，文翰，加油！哦，厉害厉害，可以。Hello， 你最后写了多少？我感觉字数应该不是关键。我都快写缺氧了。我真的很好奇，他有经验的会怎么写这个东西。加油啊，终于！手累啊！我们3个手累者在一起，我好怕整个课题挂掉。这不会啊，就是会有一个人拿到 KPI 的。如果课题失败了就没有了。你怎么会失败呢？你们也加油啊！希望全员保留。他现在开始看了，我开始慌了。祝你好运。我好担心啊！我感觉我教完，我从那个座位上抬起来，我都感觉缺氧。哇，审卷也好累啊！哇，得看这么多他们写的东西，一般蛮规范的，他用了很多角数。哎，你们稍微进来一下。好的。好紧张。OK， 是这样的，其实你们离成为大律师之间，就只有那个 PCRL 了。如果有 PCRL 的话，我们可以换个位置，做得非常好。哇！真的，3位也做得非常非常好。这么高的评价呀！我先谈谈文翰的那份，其实有一点，我觉得你是进步了很多，就是你的英语那方面的能力，所有那些英语的翻译哪些法律的用词你是用对了。还有一点就是你也有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这个案例特别对于我们这个事情的事件2是非常有关系，所以其实这个案例是做得非常好的。文翰有进步就好了，太棒了，太棒了。然后你们2位的法律意见书，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内容的话，你们2位也做得非常好。此行有很多那个 common law 普通法相关的经验。整个格式是比较正式一点的。还有就是法律条文的话，写得非常清晰。所以你内容做得非常好，是非常清晰的，我觉得是合格的。所以其实你们2位的法律意见书加起来，就是一份接近完美的法律意见书了。所以用谁的呢？但是整体来说，如果说格式的话，
那子晴的是做的比较好，略胜一筹。然后下一步是这样的，你们3位一起优化了子晴的那份，然后在明天的那个11点的见委托人的会议之中，就解释那个内容给委托人的母亲。OK， 好，加油，谢谢，做得非常好了，怎么样？可以。应该算可以吧？就他说用我的来做那个基础，然后再加一点他们的point，所以应该是算好消息。那也没有太出乎意料啦，毕竟他有这方面很多的经验。哦，不，现在不是结果。对对对，这是其中一步。那也蛮有压力的。加油啊！那我们要不先找个会议室吧？没事，你们要不先各自发一下吧，看一下，然后我们再那个。可以啊。哎呀，对我们的这个罗老师打击。那子晴的法律条文的话写得非常清晰，内容的话，你们2位也做得非常好，但是整体来说，格式的话，那子晴的是做得比较好。一会儿能请那个就是子晴，你先讲一下你当时写的时候的思路跟那个嘛，就尤其是你看我的格式上可能就不是很好，就是因为我看你的这个格式就特别像那种我们看到的那个法院的判决书的那个格式。是吗？对，它就是会分序号，然后把那个主标题写在上面，然后怎么样嘛？我觉得这还是很值得去学习一下的。我看可以啊，很积极的。包括意涵的写的也，我觉得也跟你那个很像。但我的清晰性我的写的还是太长了，尤其是中间分析。我觉得明天那个通俗性那块可能我们就早一点能过一下的话，能帮你去听一下你有哪些讲的，就是他不一定能理解的，我们就帮你去顺一下。然后我俩呢，你也顺便听一下，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块儿再改一下，这样。可以啊。那来吧，占有地。当时看到这个，但是我把它排除掉了，是因为我感觉占有人更适合就是访客。但是我后来看到他这个地方的分析，我觉得也有道理，因为毕竟他是在正常训练时间之外的。OK， 那继续，因为现在他是要诉学校嘛，但是他没有要诉那个教练，所以这样子你要怎么让学校来对这个教练的责任负责任呢？那就是这个咯 ，vicarious liability。然后他有没有实施了侵权的行为？然后最后就是侵权行为是需要在雇期、受雇期实施发生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其实不用打开。接下来就是金额，然后就有分金钱跟非金钱，可是可能有共同出入。然后但是这个共同出入的程度会他自己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判决，法院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赔偿。你们觉得呢？好的。好，我感觉这个比我写的细节还要多一些，我是把一些细节写到里面去了。我觉得你这写的真的很好，而且很多东西给我很多启发。真的吗？后面有机会还是要跟你多学习，真的。我可以啊，我非常喜欢的，跟大家分享。哎，这个团队的气氛还是太好了。
走了，下班了。你现在走了吗？对。跟你一块走吗？行呀。哎，突然有点伤感。伤感。感觉我俩明天命运堪忧是吧？是。咋说呢？今天这个最后他拿，我觉得看完他的，我觉得应该拿的没问题。给我是裁判，我也这么看。哎呀，就是个体验。你想想，你之前人生可能也没有这个规划嘛。对。你要这样想，让你走或者让你留，都是命运在保护你。哇，绝对是。我能想到，有时候做难做的真的是。好浪漫，这就对对，太对了。尤其是你的缺点，你都在保佑着你。不管谁去谁留，命运是保护你的哦。绝对是保护你，绝对是。虽然懂道理啊，但是还是努力工作啊。我这好戳哦！天哪，有被安慰到。一涵一下子觉得他，所以他是浪漫的土狗，深情的浪漫土狗，又深情又浪漫。对，深情浪漫土狗。是的。哇，我觉得这句话一下就击中了特别柔软的那个部分，对，非常共情。我想问，在各位的生活中有没有那种让大家一瞬间就能释怀的一句话？刚刚这句话就真的是。一瞬间哦，触动到了。刚才那句就是一个标杆了。那我们上一下小白板哦，我们可以把自己可以激励到自己的一句话落在笔尖。要写整句啊，还是说写关键字？如果能写整句是最好。写整句啊，我能服输他了。已经被这一句话填满了脑海。那就说明很准确了，挺好的呀。这本身咱们一涵那说的就挺好的，走或者留。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甚至缺点一直都在保佑着我。我就是有点懦弱，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的懦弱一直在保佑着我，没让我做那些好像很勇敢的事情，但是其实结果会非常不堪。诗人大老师，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那都不是事儿。哎，这个好，是不是瞬间释怀？别，好 ，OK， 大家写完了吗？写完了。写好了，好，我们来看看大老师来了。不，我要先说一下啊，我这个话有点糙，但是这句话确实让我释怀过。就是说，因为我那阵儿一直较劲，我要写一个新的风格的东西，但是我就死活也写不出来。然后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的差，为什么没有才华能写出这种东西来？那阵儿就非常的怀疑自己，然后恨自个儿。后来我去录了一个节目，那个老师傅。有一个徒弟，那徒弟要练口条，好像类似，他就是老说不清楚那台词儿。说师傅，我什么时候能像您口条这么的伶俐？师傅跟他说呀，你水喝多了就有。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然后我当时就听这句话，就是一句非常粗的话，但是就是说你现在之所以出不来东西，是因为你水喝的不够多。就是你要给自个儿足够的时间去攒那个水。然后我当时糙理不糙。对，当时让我觉得哇塞，醍醐灌顶。对，真的还是要多努力。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当时很管用。因为我已经努力了一阵，当时我还疯了。我说我至于这么傻吗？怎么学不会呢？看来还是觉得时间不够多，水不够多啊，喝水不够多。哎，那你最后想达到那个目标，最后实现了吗？达到了，而且我还达到了一个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个感觉。我当时是写出了，不仅是我认为那个好的风格，是写出了我自个儿的一个风格。然后我就觉得哇，歪打正着，甚至还超越了。然后因为你攒多了之后，你就会自然运用了。是的，对不对？然后你自个儿会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就反而觉得那个目标根本不重要，对，是吧？就是那种感觉啊。哇，我觉得反正只要是努力，没有遥不可及，是不是？就这点事儿啊，您。啊，你好卷啊！对比一下我好。怎么着吧？哎，对，哥们儿就是卷，咱们就是个洗衣机卷筒，咱们你就。
好嘞，该您了。来我看群页。刚刚写的时候，这边不是在说，就是说要选一句嘛。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真的是一个好决绝的人生。就是我的人生只有这句能治愈我。是 only one。only one。是什么？这是我家长跟我说的，他从小到今天一直跟我说，他说我的孩子不会就不会，不会又怎么样呢？我小的时候可能我题目不会，考试考不好，然后我就回去跟父母说，我说我真的努力了，然后我妈就告诉我说，不会就不会了呗，不会又怎么样呢？然后长大了之后，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工作做不好，就像洛欣这种，或者就我其实刚刚看文翰特别带入。就是你知道，有的人的生命就是那种平步青云，就特光环，就是对。但是就有的人人生就是那种吭哧的，我感觉我就是那种吭哧，就是哪怕比如说我年纪很大，人就会说你这个年纪了你还不会这些，但是我家长就会跟我说那不会就不会啊，你不会怎么样呢？所以就会让我觉得，就是我不需要是个完美的人，但是无论我怎么样，我都是他们完美的孩子。哎呦喂，真好！因为你有一个，你被安稳的爱着，关键你有这个想法，关键这句话的背后就是在被安稳的爱着，就是因为你被安稳的爱着，你不用怕那些事儿嘛。对，你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有好多人漂泊是因为他在外边吧，他不知道，他不确定，那份爱还在不在。所以我说这句话只有家人说，他的分量才不一样。是。这是很幸运的人了啊，超级幸运啊，没错。他们不会来到现场了吧？已经，他已经开始哭了。下面有请他的爸爸妈妈。现在有请爸爸妈妈上，大门打开。OK， 我们看看班姐。哇哦，你是最好的。也差不多，因为我跟我外婆是感情很好的，而且是她带大我的，因为我妈妈要工作嘛。然后她生病了，一直在医院，然后我要到内地拍戏，就没有很多时间回去。然后结果有一天，突然我朋友，其实我家人都瞒着我，不告诉我，他就快走了，但是我的同学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觉得我不可以瞒着你，我一定要告诉你，虽然你妈妈还有你哥什么的说不要告诉你，因为怕你会伤心嘛，然后他说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外婆快不行了。然后我就跟监制说，他说我给你1天，你回去，你后天一定要答应我回来。我说我可以，然后我就回去了。回去结果我外婆已经昏迷了，然后我还带了一瓶她很喜欢喝的一瓶饮料，但是她喝不了了。然后那个医生就走过来看看她嘛，我还拿着那个饮料，然后他突然跟我说，昨天你外婆说很想喝那个饮料，我买给她了。哇，这个是我跟她说的。我说你是最好的。是这样的。是他完成我的那个小小的心愿。又懂，又爱，又有行动。对，所以医生很好。真的太难得了。哇，我们这几句我感觉都不用再展现了，这个分量真的太重了。就是说自己的真情实感嘛，碰见的真的事情啊。我说了以后，我自己释怀了，是我自己释怀，谢谢你。没有，你倒是抽啊！有，你帮着抽啊！你这个事儿我也得办是吧？不是，咱也抽不出来。那你给别人抽。我以为就很容易就能抽出来。我来。这真的抽不出来。我要抽出来怎么办？那就是你厉害呀！我不会就不会，不会又怎样？对不对？你们俩的效果比纸巾好，你厉害对不对？对，我拿着劝我自己，来，你给人家快。谢。好。谢，好嘞，班姐，谢谢分享啊。来，蛙哥，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些外太空啊，那些宇宙啊，对，就是那我想我
刚刚都听到一些科学家说，我们就是100年后，搞不好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以什么事情都不会太重要。哎，那是，所以可以稍微放轻一点，松弛一点。对。就跟他们佛教里说这个浪花一样哈，然后冲过去的时候，再回来的时候沙滩是平的。对。一切都是感觉就是都会被冲淡哈，就是这种感觉。对，不留下痕迹。那我写的是 Tomorrow is another day，another day。哦，这个好，这句也好。对，明天总是新的一天。就是确实是我就自我治愈的时候很有效的一句话。人睡着的时候，有一个叫脑极液的东西会像你刚才描绘的大海，像海浪一样一模一样的把我们整个脑细胞都淹没一次，然后那个脑积液会一点点褪去，然后很多的负面情绪这些都被它像沙滩上的那些痕迹一样拂去了，所以是很多时候醒过来就神清气爽，就睡眠本身就有这种海浪冲刷的功用，只不过那个海的名字叫脑极液，我觉得这个跟你刚才描绘的场景很像。就很像跟大家，就是日子最公平，就时间总会往前走。就是我会觉得，哎，好像日子它不会因为某个人干了很多，甚至对社会、对人类有贡献的事情，时间就停在那个什么光辉的那一秒，也不会因为你做错某件事情，然后你就永远就陷在那一秒出不来。就是时间都在往前走，那你要总要跟上的。哇，很浪漫。但我发现大家所有写的话，让我很有收获的一个，就是大家有一种共性。就是所有的情绪是在一个时空尺度下，就如果我们改变一个尺度，像我们其实刚才往外抽离，这一天很痛苦，100年的烟尘，这一刻很痛苦，那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下，而且好多事儿就是当时觉得简直是我怎么这么倒霉碰见这样事儿，然后过了5年发现当时就是因为倒霉那一瞬间，对我才明显了，后边好运那件事儿才是因为这件事儿然后引起的，所以。总是现在当时那个困境里，其实往后看看，它那只是一个好事的一个起因，或者是一个因为。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命运的报应。是。来，我们一起看下段比赛。今天我们1点就可以见到我的超能力。我们认为胜诉的概率大约是在60到70%。66%我不太认可。不要给具体的概率。就算他一直追问你，不给吗？没法给啊，你这个哪能？我就想知道我能不能提起诉讼，我就想知道一个结果。关于诉讼方面，我们认为是乐观的。为什么要开这个口号？校园的真闹心，我感觉这个格式真的不行，它的结构完全混乱了。先不要讨论其他。那你的格式不用调吗？内容好像比格式更加重要。要放大招了，这种行为会不会跟撸袖子是一个性？我有点担心这一组了。那同学们，我们马上会通知大家这次 KPI 的结果。后面还在加载。哦，我叫他过来吧。他们俩就再见了，不能这样吧？到了不得不说分开的时候。9月19日起 ，SVIP 用户每周4、周5中午12点更新正片，每周6、周日12点畅享加更和 Reaction 陪你看 offer。VIP 用户19点更新，周1、周2、周3还有更多花絮预告，刷不停。99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再一次挑戰我嗎？競技會在哪方？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爭吵的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這一生痴心夢想，誰會在意它？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爭吵的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天意视讯、网易有道词典、中华万年历、未来之光、西装竹的大力支持。感
感谢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